豆包手机统一天下，难以想象有人可以打破 AI 的应用，一统江湖，还做到手机里头。这连现在苹果跟美国的手机都还没有想到。过去我们要去上饿了么，要上美团、京东，包括淘宝去买东西。以前你要自己看我要选哪一个，现在你告诉豆包手机说我现在要买一个什么东西，它瞬间就把你比价，包括黄仁勋也都说是下一个 AI 最重要的应用。豆包手机出来之后，未来中国大陆的 vivo 啊、欧宝，你可以想到所有的这些小米手机也被迫要进入到这个地方，否则没有办法竞争了。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在这一场中美之间的科技战，特别关心 TikTok 现在呢预估2025年获利年赚500亿，已经直逼了 Meta。另外，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现在大陆很红的这个中国式的 AI 开始替你做事了。这一款手机，我们等一下会特别一起来做关心，叫做豆包手机 ，iPhone 的时代会逐渐被终结吗？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这是来自于彭博社特别做的报道。字节跳动2025年，它预估呢，它的获利可以直冲500亿美元大关，已经是直逼 Meta。Meta 在去年的时候赚的金额大约是600亿美元的一个获利水准。那这一次这个我们看到500亿美元，其实呢，字节跳动已经年成涨幅已经高达了20%了。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有重要的3大引擎来增加它的成长动能。第一个就是它的流量，我们看到 TikTok 全球的月活跃的用户已经冲上了18.8亿人，这个是正式超越了 Instagram。再来是电商的商机，它已经导入了包括直播购物以及 AI 的个人化购物消费额，因此爆炸性的成长。最后就是它的广告收入已经碾压了传统平台，据说它的这个广告的投资回报率更是高达了2.4倍。好，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看到说，当时呢不断的去压制这个 TikTok。我们看到美国用国安理由，到底能够挡多久？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它不管在流量，不管在它的电商，或者是在广告上面，都呈现一个爆炸性的成长。大使怎么看？美国要进 TikTok 老早就进了，现在问题是川普很喜欢它，川普超爱 TikTok 的。川普事实上他本来也不知道 TikTok， 就是说抖音在美国扮演什么角色。可是在他上一届选举的时候，他说哇。有一个社群网站叫 TikTok， 他说我们被这个民主党这些自由派的这些假新闻机构把我们的讯息都蒙蔽的时候，只有一个管道让美国的年轻人知道我川普跟共和党有多伟大。所以呢，给我们的支持率支持多少，赚了多少票，就是 TikTok。对，所以 TikTok。现在是他的后台，在美国的后台不是别人就是川普先生，所以呢，川普先生认为对的，他不会禁他。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大陆还不同意你随便收购中国的这个有中国的这个元素的这种台。现在 TikTok 它现在已经变成好像新加坡公司了吧？他那个老板已经转到新加坡了。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TikTok 的问题是什么呢？它这个全世界用户，我记得它上一次我记得好像有18亿，美国也不到2亿啊，对，所以它的获利是全世界，不是美国一个国家，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 ，TikTok 还会有继续成长。它最近的刚刚会讲到那个豆包手机哇，真的很神奇啊，所以TikTok 事实上的话。它不但在美国活跃，在全世界的各个市场还是继续活跃哦。对，所以这个公司它还有极高的创新能力。那你看它最近那个豆包手机，你就知道它的那个创新能力有多可怕。所以我认为，只要川普在的话，那川普对 TikTok 是极为喜爱。因为他认为是TikTok 是美国的年轻选民突破美国信息茧房的最重要管道，透过这个管道。川普的伟大跟 Mega 的伟大，才能让美国年轻人知道。你看这多重要。好，一边是 TikTok， 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字节跳动。好，我们来看到它刚刚也说了嘛，它推出了这个豆包手机，其实呢，它是跟中兴通讯合作的。我们一起来关注，因为这一款手机现在非常的火热哦。最大卖点其实也不是在它的硬体，而是在它的这一些相关的代操能力。它有这个叫做豆包手机助手的称号，就是它可以在用户你的授权之下，它直接帮你这个在荧幕上模拟点击，自动滑入，然后就自动输入。所以说你要叫外卖啊，或者订机票、比价购物，就是它一条龙就可以帮你完成。
重点是这个价格又不断的被炒高，是不是太受欢迎了？因为原价本来是3499元人民币，现在二手市场竟然被炒到180万，是原价的500倍，而且还有非常多衍生出来的是叫做体验租赁市场，怎么一回事？这个正在跟 AI 助理竞争吗？上次哥怎么看？哇，豆包手机背后是字节跳动，我觉得这个是让我非常惊讶。我们要看一下 AI 这件事情跟手机怎么结合。我们知道 AI 过去叫做大数据模型，大家跟 AI 对话嘛，对吧？然后画图，帮你做音乐，甚至帮你做视频，已经厉害到爆炸了。可是呢，这里头很多人学生会写报告，商业当中帮你做很多的这种 PPT 啊，这就是大数据原先的 AI， 我们在用的 AI。好，那 AI agent，AI 的助手。或所谓这个豆包手机是什么概念？我们讲 AI agent 现在这个很关键，而豆包手机是把 AI agent 做成手机。什么叫 AI agent？ 就作为一个 AI 的总助手，你只要问他你的需求，这个助手呢就帮你问遍所有的 AI， 问遍所有的 APP， 帮你找出最好的结果。所以你就不用再自己，像我现在手机里头有10几20个 AI， 我都要自己试自己试验。刚刚讲今天要做图，要做 VCR， 然后做报告，可是叫 AI agent 就可以了。这个概念很清楚，没有人否定，包括黄仁勋也都说是下一个 AI 最重要的应用。结果字节跳动就把它做出手机，非常厉害。我们到中国大陆现在都要关注的，除了 DeepSeek 有6大巨人，注意 DeepSeek， 阿里跟腾讯。他们是自己是非常大，一个有社群，一个有电商，都很懂的观众跟顾客。一个百度跟华为都在做 AI， 嘿，字节跳动，它有抖音，它有 TikTok。更熟悉现在时候你在做视频，你需要什么？而且你看它直接做成豆包手机这个 AI agent， 所以它就在里头。比如说过去我们要去上饿了么，要上美团、京东，包括淘宝去买东西，现在去外送。以前你要自己看我要选哪一个，现在你告诉豆包手机说我现在要买一个什么东西，奶茶要送给思敏。他瞬间就把你比价比完所有的你现在要叫美团、京东、淘宝，他们最近大家大补贴，大家都损失几百亿，结果豆包手机统一天下。所以最近呢，阿里跟包括腾讯就很生气，他们觉得我要关掉让你可以的 AI 进到我，大家在对抗。可我认为 AI agent 服务太厉害了，你知道我难以想象有人可以打破 AI 的应用，一统江湖，还做到手机里头，这连像苹果跟美国的手机都还没有想到，人家。这字节跳动都做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为什么现在会说手机新手机可以在二手还花那么多钱买？背后的原因就是这样子。我用了豆包手机，吓死人了，我都觉得美团跟京东淘宝都不要活啦。就是这里头你再怎么开发补贴都不及 AI， 而且对于懒人想省钱的人，想要最有效率的人来讲，实在太好了。所以我相信这个概念。豆包手机出来之后，未来中国大陆的 vivo 啊、欧宝，你可以想到所有的这些小米手机也被迫要进入到这个地方，否则没有办法竞争了。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这个字节跳动携手中兴通讯一起做的这个 AI 的豆包手机，现在是造成了自己中国大陆的内部这个 AI 助手还在内卷。那另一方面，我们持续来关心比较敏感的议题，就是 TikTok 的股权跟控制权，当时在这个中美的地缘政治之下，持续受到美国的压力。最新消息，这 TikTok 的执行长自己出来说了，字节跳动确实已经出售了超过80%的美国资产，接下来会有甲骨文、银湖资本等美资主导。那字节跳动自己掌握的只有20%的股权，但是重点是这股权很重要，因为它掌握了这个演算法的逻辑是在中国大陆的，资料在美国，等于它还是掌握住那个重点的大脑。所以美国真的有赢吗？舰长怎么看？首先你要知道，像字节跳动这种，它是一种服务业，服务业跟传统的制造业是截然不同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看它这个一年的盈利不是营收啊，赚500亿美金，哇天哪，什么行业能赚500亿美金？你知道去年2024，福特，美国最老字牌的一个汽车公司，它的员工人数是17万人，它整整一年赚了50亿。每个人赚了辛苦的要命，赚了50亿。那这个字节跳动呢？它总共全球的员工是只有这个10万人，就只有它的一半，赚它10倍。所以它一个人工的一个叫做员工对公司的贡献，几乎是福特的将近17倍到20倍，就知道服务业是跟制造业是有差多少。那第二个，你说这个制造业赚这样子，那服务业它是靠什么赚呢？我这样想。TikTok 靠什么赚的？今天
我们也有在用啊，用 Line 用脸书。那我也是一个软体公司，我们可不可以来一起研究一下，找几个软体公司来做一下？那样子你会不会做？我也会做啊。脸书我也可以做啊。那它赢在哪里？为什么它赢？它这里其实有一句话讲了，就是说我们的投资它的那个回报率是2.4倍。对。你跑到脸书去投资率也许是1.4倍、1.3倍，你就没有办法这么快。为什么？它背后有一个演算法，这演算法就是说，他很快会知道你们谁喜欢什么东西。好比说，我可能喜欢这些东西，那他当有一个商人在这里需要卖的时候，他会向我推荐，而他会知道我的品味。哦，高端的我会买，低端的我不买，或者低端的我买，高端我买，他会推到适当的人的那里去，结果他就造成这个生意构成。那这个演算法怎么出来的？我说这个东西演算法可能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举一个例子的演算法，你们就会立刻知道那个演算法是何等之困难。像我们最近有一个叫做4G、5G 以及6G 的这些的演算法，一般人都以为说这些不同的通讯就是一个硬体不一样，然后越来越快，频宽宽一点，所有人大概这样想。其实你真的去想，就它其实也是后面的演算法。4G 哦，它的基地台同时服务是大概400个用户端，5G 哦从3000开始，5G Plus 到了2万，6G 服务10万个用户端。也就是说，我今天一个基地台在这里，好比说在我们这个101的跨年的时候，在台北现场有7万人，你说我一个基地台通通可以，而且这7万人将近10万人在用的时候哦，他会觉得这个基地台只在用我。为我一个人服务，没有人会delay，所有的人在用都可以跟他的用户端完全不管这个人在纽约、在高雄、在哪里，他就可以立即的跟他去通讯，不会去堵塞。它的差异在哪？硬体固然是一个，但是最重要的是它的软体。好，这一节中美之间在科技战，我们要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到的是中国大陆它的 EUV 原型机正式的曝光了。西方神话等于破防了吗？今天会来关心到的是中美科技是否正式进入脱钩倒数，3个火线话题，我们今天会来做讨论。第一个 EUV 一直都被中国视为是，一直被西方视为是中国一直过不去的一个门槛，但是没有想到如今呢，原型机正式的现身了，代表西方神话破功吗？第二件事情是，这个 EUV 的出来啊，其实是在相当艰苦的一个环境之下出来的，几个条件包括它是零进口的，而且是在西方国家全面封锁下，所以出现了这个 EUV。代表说美国的科技封锁制裁是不是失效呢？最后也会来关心，除了 EUV 有这个正式的突破之外，今天我们会来看到算力三雄的崛起，代表大陆已经准备好了要打造完整的红色晶片链了吗？中美科技脱钩是否进入倒数？好，我们赶快来看到这个是最新的一个科技界震撼消息，而且报道来源是来自于路透社。路透社西方媒体做的独家报道说，中国大陆现在深圳这个地方进行的是一个非常高度保密，而且是举国都动起来的一个超级大计划。这个计划呢，被称作是曼哈顿计划，主导者是这个习近平的亲信，也就是丁薛祥。他们预估呢，2025年初就已经打造出了这个第一台的 EUV 的原型机极紫外光机哦。而且呢，这个消息来源它不是一个概念而已，也不限于过去好像只能做 DUV 而已。现在它已经确定了能够稳定的产出13.5奈米的极紫外光源的一个实体的设备了。大家要知道，这个目前呢能够供应这样子的一个设备的，就是这个艾斯摩尔全球唯一的供应商哦。而且呢，当初他打造这个机器的时候，花了非常大的心力，烧了数十亿欧元之外，2019年花了非常久的时间，高达20年的时间，才在2019年勉强商用出来的这个 EUV。现在看到说，大陆不到10年，恐怕就会被反超吗？能够在不到10年的时候就做到这样子的一个 EUV 吗？如果真的成真，也代表正式打破西方认为 EUV 是中国永远过不去的一个门槛。赖老师怎么看？当然这个是一种不具名的一个报告了哈。所有的报告是说他们采访参与这个极机密的核心人物的工程师，然后他用的是另外一个身份证件，他的诉说。我个人的推断
是他要接触到这些工程师不容易。既然是换了身份证，而且身份级保密，而且整个设备都是在严密的警卫的管控下，那这个记者怎么能够接触到这一位工程师？而这位工程师怎么愿意跟他说这个情况？为什么？因为他为什么要换身份证？如果按照这个媒体所说的，他为什么要换身份证？就是因为相当有可能他会牵涉到美国的法律的惩罚或者制裁的问题啊，所以才要换身份证。那他为什么要接受一个采访，去告诉给自己担这么大的风险？所以我想这个报道所引用的，他直接贴身问到这位工程师，我想这是假的。但是我觉得业界里面的消息是真的，也就是说这种传言事实上是真的。也就是说应该有这么样的一个计划，有这样的一个实验室，有这样的一个极紫光，因为这个极紫光的这个 EUV 的这个讯息，事实上大陆官方也有隐隐约约的也有透露，也有讲。可是这一次真正的重点是在于说，中国大陆已经第一次发射出极紫光源这个问题，这个才是真正的突破，是在这里。我想他们这次报道的就在于说，这个光已经可以打出来了。那这个光能够打出来，在大陆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其实，在 ASML 来讲也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只有把这个光源打出来，它才能够开始做修正嘛，开始做优化，然后让它能够产生非常细的刻蚀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接着就是想办法优化的问题了。所以 ASML 他当然会紧张，那当然他认为说2028年太快了，他的推断是认为2030年，所以他的推断是中国大陆应该是做出来了，但是不会到2028年这么快。因为要到商业运用量产，他的估计是2030年。可是你知道，常常欧美人的估计是根据他的经验、他的知识来去作为支撑的。我记得台湾有一位这个台积电的某创始人他当时也估计这个中国大陆的半导体要赶上要到5奈米或者7奈米，他认为不会很快，他搞不好认为还10年还几年都说不一定。可是问题就在于没有多久7奈米就走出来了，现在开始往5奈米、4奈米的方向在走，这代表什么？用个人的过去的西方人的经验来看中国问题，常常都会马失前蹄。是。那因此，这位 ASML 的 CEO 他估计2028年可能性不大，2030年可能性才有。那很有可能他也会马失前蹄，说不定不到2028年就做出来了。好，那同样问题呢，委员又怎么看呢？就是首先是这个报道的真伪性，那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可能还有哪一些技术关卡是大陆要突破的？还很多了，还很多哈。这个目前报道说已经做到13.5奈米的极紫外光，因为极紫外光不是自然界的光线，是人造出来的光线。是，而且它是在真空中把那个锡变成这个气态的小锡晶球，在真空中用雷射照射，使它产生这种波长只有13.5奈米的极紫外光，所以它是一个任何东西都会被吸收掉所以不太容易运用的一种光源但是它可以刻画出什么3奈米、5奈米、7奈米的这样的一个比头发丝还细的线条，它的厉害是在这里，而且非常清楚的显眼。那有关于中国大陆做出13.5奈米极紫外光的这种新闻已经很久了，就是说你这个光线能不能做得出来是第一步嘛，可第二步现在有点比较困难，就是说你要把它收集起来，把这个极紫外光收集起来，然后经过多重镜片反射它几乎不能够任何东西吸收，所以一定要用特殊镜片来反射。目前这套特殊镜片反射的系统能够比较精准，可以到达用来做光刻机的，目前只有一家，叫做德国蔡司光学系统。那因为美国人不让这个德国卖给中国，所以这个中国有没有哪一家？因为还没有任何消息说中国哪一家做镜片的、做光学仪器的，能够做到像蔡司这么等级的一个
光学反射系统。那如果这2个突破了以后，另外的就是精准的这个所谓的机械构造系统，因为你那个晶片移来移去啊，就要很精准，咔嚓砰，咔嚓砰。我那是一个，那这个东西对中国比较没那么困难度啊，没那么困难度。最困难的应该是在蔡司光学系统，因为这个光很讨厌啊，就像一个千金小姐一样，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要不然光很容易就消失掉啊，很容易消失，不太容易伺候的，真的不能伺候。然后因为蔡司的光学系统那种镜面反射的做得非常非常的精准，全世界只有他一家做出来。目前还没听过哪一家公司做出来。那如果中国能够克服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好，这个是有关于中国大陆在半导体这个上面，在硬体上面的一个关键的技术的一个设备。那另外一方面，美国焦虑的事情，还有大陆现在也力拼它的算力，而且最近传出了许多的好消息同步成型。3个，第一个，我们看到它的木犀表现推出的首款全国这个产通用的 GPU 叫做西云 C600 IPO 首日飙涨了700%。再来看到算力三雄的总市值突破了1兆人民币，包括了算力三雄寒武纪、摩尔线程跟木犀。再来就是2025年大陆的 AI 晶片市场规模达到了1780亿人民币，3个好消息，代表大陆已经准备好打造100%，有机会吗？红色的晶片供应链，中美科技可以脱钩了吗？将军怎么看？第一个我们看好，虽然说美国近期它答应这个给中国出口 H200的晶片，但是新款的 Blackwell 它还是不愿意卖给中国。对，可见美国在科技方面来讲，对中国小院高墙的这种科技管制持续手段还是有的。所以这种状况下，中国一定要想办法突破哈。那木犀可以说就是一个突破的一个关键节点。那木犀它的创办人哈叫陈维良。他在2009年的时候在上海成立这家公司哈，那这个陈维良本身他就是 AMD 的之前的员工，那所以他懂得怎么样做这种 AI 晶片。那他回到中国以后，自己成立这家公司来发展所谓GPU， 这是 AI GPU 的一款晶片哈。设计其实他以前已经先在这上市之前。它已经有一个这种晶片出来，叫 C500哈。那 C500当初的规格是比照 NVIDIA 的 A100那款的规格哈，但是它不以此为满足，它是因为这个晶片一定要持续不断的精进嘛。这个每天，如果说你这个停止的话，你就是会退步。所以它现在在做的叫 C600这款晶片，那目前来讲已经成功了，而且它整个制造过程从开始的 IP 设计。然后到晶圆制造，到最后封装测试，都在中国一路完成的，可以说不用假借外国任何国家力量，它可以独立完成。我想也因为如此，它有这个能力。虽然说目前来讲，它比这个 NVIDIA 的这个 Blackwell 可能还要有一个差距，还没办法赶上。但是假以时日，它必然有机会可以赶上。尤其是说，它目前研发的是新的一款，已经开始在研发了。就是现在做到 C600嘛，对，它之后要做到 C700这一款。如果做到 C700的话，它的效能大概比照这个 NVIDIA 的 H100的水准哈，那就有机会更成功。也难怪这款晶片刚一上市的时候，不是晶片刚上，这家公司刚上市的时候，它的股价在当天马上飙升到700%，代表中国人民哈对这款晶片的信心度还是很高的。好，中美科技战今天来关心的是华为的2奈米专利绕过 EUV 震撼全球。另外，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到是中美之间的这一场这个贸易战，包括川普寄出的关税战，本来是要整中国大陆的，结果没有想到大陆啊，它的贸易竟然是突破了1兆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哦。那么我们今天也会就这些议题来一起做关心。这个是科技圈的大消息，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川普突然间宣布了H200可以卖给中国大陆，但是要有前提的，如果说卖出去的话，还是要被课关税，抽成是针对每汽抽25%的这个税，理由冠冕堂皇，就是说它要兼顾美国的安全。
全维持 AI 的领先。但是现在科技圈也在解读，是川普真的觉得怕了，针对这一场科技战。因为呢，其实黄仁勋早就已经多次警告川普了，他说呢，我们不能降低卖给中国的晶片品质，不然呢，中国大陆根本就是不会接受的。尤其我们看到大陆一直在做它的自产晶片，华为的实力不断的爆发性的成长，不管是它的这个实力爆发性的成长，或者是它的专利，我们都会一起的来特别做看到。大陆的半导体产业每年翻倍成长，远超过这个西方。只有年增幅大约20%，而且确实哦，大部分的人才都是华人，专利在中国现在已经在全球高达了70%了。另外一方面，大陆在这个华为的 GPU 的专利5年更是暴增了10倍，那现在专利数量更是创下了新高，包括它的算力也推上了近70%左右。现在看到是大陆的杀手锏，被视为是要特别美国关注的，就是他们3年前推出的这项专利，有20项的这个环绕闸极的一个技术专利，号称能够让 EUV 绕过 DUV 绕过 EUV 直攻哦，达到2奈米等级的一个制程。节目一开始要来特别请教干哥怎么看了？为什么川普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要放行 H200？怎么看？他说我们不能降低卖给中国的晶片品质。大家还记得这1-2年来说要卖那个 H20嘛，对不对？可是到最后他们说不要用 H20了，我们华为自己能够做。那现在川普突然说好，那我卖 H200给你啊，这个水准就品质就比较好了嘛，对不对？不过我们还是一样啦，我们关税的这个还是要抽25%啦哈，这关税就先摆在一边。然后业界就问黄仁勋说，你觉得中国会接受吗？黄仁勋说，我不能断定中国接不接受 H200。然后为什么？因为华为一直在突破技术瓶颈。他既然说，就算是2奈米的专利，他也可以绕过去。为什么？反正我艾斯摩尔的东西我买不到嘛。那我们就怎么样？我们会在什么？他说他要在一个，就是说你可能想象不到的一个领域里面，他竟然可以说，我跟你讲，我们现在用深紫外光听清楚 DUV， 用 DUV 去支援那个金属间距小于21奈米的金属整合技术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做出2奈米的东西。我操，这个你会不会听起来觉得说这个技术瓶颈应该很大吧？对不对？因为你不是直接得到了 EUV 极紫外光，那这样子做出来的晶片，它的良率可以吗？其实我可以告诉各位，华为一直在鸭子划水那所以黄仁勋他就一直提出警告，他说你不要以为人家做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一半的人才在那里，不是在我们美国，50%以上的 AI 人才都在中国，然后中国的专利是70%。我想请问你一下，这些数字是代表什么意义？就说艾斯摩尔仍然是世界的龙头，没错，艾斯摩尔一定它还是值全球牛耳的首席之位，可是华为的技术领域突破，就像我刚才讲的，它直接绕过深紫外光，它直接进攻极紫外光，而且它用这样的技术方式，虽然可能在现阶段还有良率跟量产的问题，但后面它会不会达成呢？很难说。我是觉得说黄仁勋的警告是对的，他最后还讲，他说，当年辉达95%的产品卖给大陆，现在他还要我们的东西吗？辉达仍然是世界第一，但是我们已经失去了绝大的大陆市场。我要失去更多吗？这个才是现在就是说川普他应该好好思考的问题才对。好，同样一个问题也请教上次哥怎么看？就是绕过 EUV， 那就可以挑战2奈米。首先我还是先讲一下，川普这次突然愿意在全美国上下众议院、参议院，包括那么多的这个军事赛的专家都反对卖好的晶片给大陆，但川普突然宣布这一点，对，我认为这还是很微妙的。后续的影响我们还是要
看哦。而且他要记得哦，他不是宣布，他还强调他跟习近平通了电话，然后他还讲说习近平的部分是好像正面的回应，是这样吗？所以这里头现在还有很多的悬念在此，而且现在到底这当然这意味着黄仁勋说服了啦。我觉得包括整个至少他核心的幕僚是支持的，那这个还是很了不起哦。我觉得黄仁勋真的是拼了命的，都快活不下去。当然必须得说，黄仁勋现在的这个担忧点就在于，我们要知道，其实不只是一个一个晶片2奈米啊这些技术，主要黄仁勋这边以 AI 晶片来说，因为他自己有他的这个 Blackwell 的框架，川普接着也说 Blackwell 还没有给你，而且下一代的这个 Rubin 的这个，我说都是辉达很厉害的这个框架在运用的这个晶片，也不会给你啦，就给你这个 H200，但 H200 比起 H20已经厉害6倍了，算是可以的了。而且很多我知道中国大陆啊，什么阿里巴巴，他们还是很想买因为这晶片还是蛮厉害的，所以现在这里头我有个神奇的拉扯，值得大家关注。不过刚刚提到的部分，现在到底中国大陆买单吗？会不会影响现在华为的权力的这个拓展？我认为不会。我认为中国大陆作为一个国家战略，要发展出自己的晶片，即使买你一点点，看到川普的面子或黄仁勋的努力份上，但也不可能全面结构性的开展，因为中国大陆一定不能够调到辉达的这个 Blackwell 跟未来 Rubin， 甚至包括现在我们都知道 Google 自己在做晶片，未来可能会直接跟黄仁勋一起来对抗，还有 AMD 的这些晶片，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特别注意哦，所谓的这些重点已经不再是2奈米。首先，半导体晶片跟 AI 晶片这是2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以华为来说，主要是放在特别是新海来的投资。华为现在那么多的专利，主要就是这一代的半导体，我们不要讲下一代的这个新材料，它要全部绕过，包括艾斯摩尔绕过美国这个几百几千样的部分的专利，很不容易。但是你说不可能吗？可能哦，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华为自己本身的专利的技术很强，不只是它现在这个晶片，你要知道它最厉害的专利是6G 通讯，而且它包括做智能车，包括它的鸿蒙系统，乃至于它在采矿养猪，你可以想到全中国现在在应用的东西，包括无人机的很多系统，华为都在里面哈。而且现在国家要用华为的这个底层的系统，所以呢，这些华为的全面的专利所构筑的是跟中国这个国家量身定制在一起。而且我们必须得知道说，最近其实所有的这种晶片也大家越来越有类似像中国大陆现在用 DUV， 它就用重复曝光技术。那连台积电自己现在也都用这种小晶片的堆叠技术，包括 CoWoS 这些堆叠技术，也就是说，这里头不再是在竞争这种2奈米、3奈米，最近大家不再多谈，因为有新的技术，而且这是半导体晶片哦。如果我们就 AI 晶片来说，现在更重要，中国在发展一个晶片烂一点没关系，可是它在整个所谓的云 AI 云或云算力这个架构里头，会有新的软体的写作方式。我可以把你晶片，如果现在我用烂晶片，但我的烂晶片可以体现出全部的功能，包括现在如果你 H200可以买到，它现在新的这个框架就不是用辉达的框架，是自己开发的框架。所以过去辉达晶片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台湾用可能只能用它40%的功能，而中国大陆就要把它逼到80%、90%，我们就这样超频，或者等于是把它就 optimize 到现在功能。所以中国大陆透过它发展其他配套的软体，即使晶片是比较弱，所以今天全面的攻伐来讲，基本上还是以华为为它的整体的发展，无论软体、硬体的部分的总核心。因此，我相信 H200虽然应该有可能看你妹子买一点点，但它不可能从此放弃中国自己搭建全方位半导体跟 AI 晶片的国家战略。好，中国大陆在科技战上面全方位的发展哦，包括发展也非常的快速，所以这一回呢，川普在科技战上面看起来是让步哦，有所解禁 H200，但是在这个贸易战上，川普恐怕是没有料到，因为呢，本来是希望用关税来锁死中国大陆的，结果没有想到现在出现了一个最新的数据，反而是有利中国大陆的，也就是中国大陆最新贸易逆差首次创下新高，突破了1兆美元，让美国被害惨了。因为关税的关系，美国的物价暴涨，然后通膨失控。我们来看到几项最新的数据，第一个，中国大陆2025光是前11个月贸易逆差，刚刚提到了突破1兆美元，史上第一。第二件事情，他们对于美国的出口其实下降幅度高达20%的，对美国的采购也同样是下降了。但是呢，美国对中国的
的贸易逆差问题有没有解决？其实是没有的，仍然是达到3倍。刚刚讲了，还有造成的是美国的物价上涨，包括了现在涨最多的就是他们的天然气涨幅70%，牛肉上涨16.6%，那么牛绞肉也有12.9%的一个幅度，45%的美国人已经痛批说，生鲜食物实在是贵到他们已经难以负荷了。怎么回事？本来要打中国大陆的这个关税战，怎么越打越强？大使怎么看？因为美国虽然这个农产品很丰富，它很多也是进口的。比如说，它这个牛油果哈，就是我们叫什么这个那个大陆叫牛油果，台湾叫什么？avocado，都想不起来。洛梨，它全部墨西哥的。对，加州也有，基本上都墨西哥的。川普把墨西哥农产品给你加15%，你的市场价格是不是贵？对，还有很多这些东西都是邻近国家的。连牛肉，我们后来发现，美国比较平价的牛肉很多是买巴西的，巴西给人家 charge 25%。对，你说美国的这个物价能不贵吗？所以我们认为美国是产大豆、产大麦，什么都外销，可是很多农产品也是进口的，包括肉品都进口的。所以现在我觉得美国的这个问题就变成就是说，政府抽税抽太重了啦。你政府抽税抽重了以后，物价自然上涨。因为川普说我这个关税是抽外国政府，是外国政府跟我交税，那是骗人的。你的税收是老百姓交。我跟你讲，关税是谁收进去的？你知道？关税是美国政府收的。你是钱交给美国政府，美国老百姓的税呢也是交给美国政府，对不对？没有错。你知道现在国际贸易的基本上的这个作为是什么？关税部分都由进口商出，对，没有出口商在出关税的。这个叫什么？这叫 FOB。FOB 的在国际上叫离岸价格。我这个价格报你就是离岸，我把它送上船以后的后面事就是你进口，你买的人负责了。买的进口商他当然他要付关税，在哪里付？不是离岸的时候付啊，是近岸的时候才去付关税啊。所以这个税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什么？其实绝大部分都是进口商在付。那进口商他有时候说，我这个税很重啊，你出口的时候你分摊一点好不好？你吸收15%好不好？你吸收8%好，那没有问题，那你就卖便宜一点可以。可是问题大部分关税还是进口商在付啊。对。那问题，所以这些钱都被谁收去啊？美国的进口商税交给谁？交给美国政府。美国老百姓税交给什么？所以美国老百姓过去只要交税，关税美国平均关税已经2%而已啊。现在美国平均关税搞到人家都是要人家怎么？都是要给到多少？15%。日本的都是15%，韩国15%，我们台湾是20%嘛，25%，印度是50%。对不对？现在这个墨西哥、加拿大都是都是很高的关税，所以你税重了，最后谁出？消费者。所以到市场的时候，价格都往上走。那怪谁呢？怪美国政府。另外一方面，美国基本上它的这个债越借越多。其实它的债越借多，你的美国人的所谓的怎么讲？他的这个他用高利息的结果。美国人说实话，每个月1号就在写支票，付什么车贷、房贷啊，家里的这个音响贷，然后买什么都是分期付款，每一个都有利息。然后美国还有什么循环利息，那个信用卡的贷款，那美国的利息这么高，那老百姓真的是负担的重的不得了。中国大陆很简单啊，中国大陆说实话，美国最近一个记录说。他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从4.5%，GDP 4%到现在已经降成2.2%了。意思就是说不依赖美国市场。然后呢，在俄罗斯、中东、南亚、东协、非洲市场全部遍地开花，它分散市场了。对。好，接下来我们持续关心到的是有关于在中美之间有关于晶片
的一个竞争。新疆现在最新推出的，我们等一下会来看到这个算力黄金已经碾压美国了。中国大陆大家在看它有一个 AI 版本的一带一路是否在这个时候横扫全球，它的设备是否还能够出口到其他国家去呢？另外，封杀这个辉达已经推动了，正式的让中国大陆的晶片大爆发。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这一场 AI 中美之间的战争的胜负，已经不是晶片跟技术原本的那些老路了，现在可能涉及到整体的，包括从能源算力到国家的战略。新疆刚刚提到的，现在正在经历的是一场地壳级的翻转。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这个原本是戈壁的油城呢，现在华丽转身已经变成世界级的算力帝国了。它有哪一些优势？赶快来看到，就是它的电价。先来看，其实呢，跟这个中国大陆的东部沿海做相比，只有它的1/3。如果你要训练 AI 的话，你直接节省了将近达到70%的电力的电费。好，再来看呢，确实新疆这边气候比较干冷，所以也适合这些大数据中心来做运行。所以包括了多家的科技大厂，华为、阿里跟腾讯都已经进驻在当地了。现在在 AI 的资料中心也达到了39个，而且它这边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好，直通中亚5国、俄罗斯还有中欧班列这边可以直接到欧洲国家去，能源、商品、技术都很容易输出。现在黄仁勋他就非常紧张了，他也承认未来限制 AI 的发展已经不再是我们想的晶片了啊，是电力。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来讨论的就是电力，尤其在新疆这个地区，能够成为中国大陆超级算力的心脏吗？接下来中美 AI 的胜负真的吗？会如黄仁勋他刚刚讲的，不再是晶片，而是能源，而是算力吗？厉将军怎么看？我觉得中国这个 AI 一定是电力是非常重要的那黄仁勋讲这一话这个抑制 AI 未来发展不是晶片而是电力，为什么呢？因为 AI 确实用的电是很凶，但是很关键一件事情 ，AI 要用的电因应未来世界的需求，全世界的共同的认识，要用的电是绿能的电，而不能是用这个有对这个地球有污染的所谓燃煤或者是这个烧天然气的这种电，是要用绿电为主。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一直不停的在发展所谓的绿电，包括我们讲一句话嘛，大陆有推一句话叫做这个东算西电。什么叫东算西电？现在来讲，发展 AI 的几个大型的公司包括 DeepSeek 等等这些，他们位置都在哪里？譬如说 DeepSeek 它的总部是在杭州上海，然后计算中心广州或者是这个香港深圳这几个地方，大部分在中国的东边为主。可是它电从哪里来？电从西边过来。西边来讲，我们看到包括清洁的能源，不是清洁能源，我讲的是绿能绿能包括什么？就是太阳能在新疆很多的太阳能发电厂，还有很多风力的发电厂，甚至于在西藏那边，我们看到它即将要新盖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水力发电厂，还有长江三峡像这些电力来讲，都可以供应未来的 AI 晶片所计算所需要所用，而且它的伺服器可以设置在这些地方。好，那我们讲说美国呢？美国有没有电？它当然有电，怎么会没有电？那美国用的电，由于川普他一直强调，他还是要用石油来发电，用天然气来发电，因为他认为说这个东西对我美国来讲经济发展很重要，所以他说是绿电都是在骗人的。对。但是他们美国现在来讲，会用一种取巧的名词了它因为需要大量的电力，大概很多大型的这种 AI 中心来讲，公司来讲，他们用的是核电，他们自己在盖核电，可是他不敢讲核电是绿电，他讲的是什么？是说清洁能源那确实是清洁能源啦对，但是你未来如果说一个国家要长期发展来讲，要长期发展 AI 的这种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绿电是避免不了，绿电是最安全也对环保，也对节能的。所以我认为说是黄仁勋讲的没错这个东算西电是中国现在正在规划做一个全班大局的规划。好，东算西电，这个是未来中国大陆在发展 AI 很重要的一个制胜关键。不是只是黄仁勋说，我们来看到几位大咖也是这样说。包括了黄崇信，他说什么呢？他是阿里巴巴的黄崇信，他列出了大陆的4项优势，他也是有跟黄仁勋一样，
都有提到能源。那他也讲到了大陆的优势，还有资料中心的建设成本、人才跟开源。那黄仁勋除了刚刚我说到特别提到的能源之外，他也强调了大陆的优势，还有晶片、基础设施、AI 模型跟它的应用。两位大佬针对大陆的优势，杨老师如何解读？可不可以说大陆已经掌握了这场 AI 的主导权？我觉得黄仁勋讲的5层蛋糕哈，看他讲的是能源、晶片，然后基础建设、AI 模型和相关的应用，以及就是这个就这5个 AI 模型看它应用的层面就很广了哈，软体的应用以及各个层业的商业的应用。那在这里面到底我们现在美国现在目前占了哪些优势呢？晶片、AI 模型。晶片也许现在我觉得其实还是6成到7成的领先，但因为晶片，你看像华为自己的升腾的910C，以及它现在用的就是 HBM 的技术，我们在这个节目都讨论过，那蔡委员都提过很深刻的这个分析。那其实也不能说很快的要后来居上，但是供应相关的这些使用其实有足够的空间了。那在 AI 模型这个层面呢，我们就看到美国在发展很多这种大模型，可是呢，它都是比较是就不是开源的。那中国大陆现在从 DeepSeek 到千问到各个层面，它采取都是开源式。那你开源式的跟这种闭锁型的就有很大的一个差别，也就是说，开源型的它可以在量身打造未来，就是说经过第2层、第3层有一些特殊的产业，它可能可以适合它自己的，不需要花那么多的这个成本。越到后面反而成本越降，那因此中国大陆呢，正如蔡崇信阿里巴巴曾经做过董事长的，他就说过中国在 AI 有4个优势：能源、资料中心、建设成本、人才资源跟开源策略。能源这个刚才列将军就讲得很清楚了，中美之间在能源的这个比较中国一定会越来越占优势，而且是干净能源。资料中心的建设成本，那这个大概已经跟基本的基础建设也是中国大陆在这边整个制造业基础建设。然后呢，人才资源，那当然黄仁勋自己讲了，5成的 AI 人员研究人员都是华裔，那当然人才资源，而且在中国大陆它所需要的这些成本更为低，开源策略。所以现在因此有个新的概念叫做 AI 成本。这个 AI 成本的概念，如果你拿中美来做这个 AI 争霸这个比较那因为真的现在还是初阶段，大家就比这个晶片然后比这个刚开始谁投的金钱比较多，所以媒体上给予大家的感觉就是哇，多少人孙正义投了多少钱，然后呢黄仁勋又投了多少钱，这个 OpenAI 募资多少，就觉得说好像他已经跑得好前面了，结果呢发现了他只在做晶片。那可是呢，整个这个5层蛋糕发现到，它那个蛋糕根还没有做起来，而中国大陆已经一层一层的开始在这个建构了。所以我觉得 AI 成本对于将来整个 AI 的争霸会有关键性的影响。好，确实，我们现在看到中美的科技大咖都已经看到这个中国大陆它在 AI 上面的优势，但是就是美国政府似乎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它最新推出它决定要封杀辉达的一个法案。他说了，未来30个月，一切先进的 AI 晶片全面禁止出口到大陆。当然了，这个黄仁勋就很急了，他跑到华府去立刻见川普，告诉他说，因为他知道说，就算是 H200，大陆都不见得会购买，因为 AI 在中国大陆它的晶片正在快速的产能暴增当中，其中寒武纪科技目标2026产量3倍以上，那么中国大陆的晶片性能也是 H20的4倍以上了。张将军又怎么看？中国大陆不管在晶片产能或者效能全面提升之下，还需要辉达吗？我认为非常短期，它还需要，因为需要的话，它能够让它的整个的 AI 化更快。那长期的话，这不需要，长期不要，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是以3步走，你要注意到中国大陆的策略是很明确的。第一个，我们看你看大疆无人机，它在全球的市占率达到70%，所有全球任何一个做 UAV 的无人机的，通通打不过中国大陆，没有办法。这个大疆无人机在中国大陆市占率是达到90%，全世界市占率是70%。那在美国市占率多少？在美国市占率如果是消费型的，它占90%，也占90%。你看那多可怕！美国 UAV 你做一架亏一架，
那买中国大陆快啊，便宜啊。第二个，你看新能源车，中国大陆新能源车的自己的市占率占76%，占全世界的新能源车、电动车，它占了64%，2%。